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第二个，台湾驻美机构更名啊，这都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不是已经发生了啊。那么这是回应啊，这是拜登政府回应中美两国元首通话的结果啊。第二个是微信分拆啊，那么中国版跟海外版分离啊，这两个对微信分拆对海外华人啊，在海外的中国人使用这个微信的用户会有影响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议题。先讲第一个啊，那么昨天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啊，那这个通话呢就没有结果啊，就没有结果。美国政府，拜登政府非常的不满意啊，不满意现在的这个情况，觉得中国政府没有诚意跟他进行实质性的沟通啊，所以呢，倾向于采取2个措施，对中国进行一个施加压力的行动啊。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就是启动301啊301特别调查。目前是两个机构，一个是《华尔街日报》，一个是彭博社，这2个机构都报道这个情况，说是情况是这样：拜登的主要经济顾问，一个是贸易代表戴奇，另外一个是商务部长雷蒙多。今天下午星期五的下午，去白宫开会啊，讨论这个301调查的问题。那么所谓这个301的调查呢，会主要针对中国对工业进行广泛的补贴啊。那么拜登政府希望呢能够联合欧盟、日本和亚洲其他的盟友，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针对中国的工业补贴采取行动啊。那么白宫的官员说，希望行动可以产生全盘的压力啊，但是目前没有最后的方案，因为会还没开啊。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要求外部顾问啊，那么协助量化中国这个工业补贴对美国造成的损害。那么调查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美国商界不满，批评白宫缺乏清晰的对华政策，影响美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其中包括波音公司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不满意中国执行这个第一阶段协议啊，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的情况，主要是采购美国商品的这个不足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这个鲍恩计算出来的情况是这样：2020年中国只达成了60%的采购目标，那么今年可能只能完成70%啊，所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不满意啊。那么知情人说，中美官员一直在讨论有关采购不足的问题，但是没有达成共识。美国还没有决定，在美国在没有决定下一个行动之前，暂时不打算削减对中国的这个进口商品的关税啊。大概这个新闻就是一个这样的新闻。那么什么叫301特别调查啊？301特别调查也叫超级301啊，是美国在1974年通过的贸易法，其中有一个第301条款的俗称啊。那么美国政府可以针对损害美国贸易和商业利益的外国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进行调查，也可以采取报复和制裁的措施啊。那么制裁的措施可以包括增加进口商品关税或者其他的进口限制，终止贸易协定下的减让，或者被视为美国主打对外贸易战的终极武器之一啊，就是一个就是关税，还有一个就是减让。所谓的减让就是优惠政策。
通常就是追回国地位啊。那么美国曾经多次对中国启动这个301调查，一个是1991年4月、1994年6月、1996年4月3次针对中国知识产权的调查，那么分别达成了3项知识产权协议啊。那个时候中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力啊，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市场的依赖非常的严重啊。那么1991年10月啊，针对中国政府对美国商品进入的市场设置不公平的贸易壁垒，那到了1992年达成贸易协议。那2010年10月，美国针对中国补贴清洁能源企业启动调查，然后涉及了154家风能、太阳能、高效电池和新能源汽车企业啊。2017年8月，川普政府针对中国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当时估计中国造假侵权造成美国$6000亿的损失。这个结果就是在2018年3月川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0亿，就$600亿商品的这个征收关税啊。中美贸易战是这个时候开打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么严重的工业补贴啊？这件事情，日本产经新闻曾经报道过，他说，2020年中国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补贴金额达到$2136亿人民币啊，比2019年增加了14%。那么其中国有企业拿到的补贴占到整个份额的60%。那么另外113家上市公司，半导体的上市公司获得补贴是106亿，是10年前的12倍啊。那么世界贸易组织禁止各个国家的政府为了促进出口或者扩大国内生产进行工业补贴。那么中国巨额的工业补贴，那么会削弱其他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那么这个话题呢，其实怎么说呢？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针对工业补贴进行这个301调查，这个选择非常准确非常准确为什么？第一，中国推行了几十年的产业政策，中国所有的产业政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补贴就是补贴。那么，所以中国在工业补贴这个领域呢，既广泛又持久，而且取证非常容易中国有无数的文件在讲它怎么样推动它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有什么优惠，怎么样去补贴，大量的文件，所以取证非常容易，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中国真的要取消这些工业补贴的话，它会打击2样东西。第一个打击国企第二个打击它自身的这种经济政策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补贴，那基本上它所有的经济政策就没办法展开，或者是它的产业政策没办法展开。所以针对工业补贴这个目标非常准确这是第二。第三，工业补贴在西方国家深恶痛绝基本上所有人都非常痛恨工业补贴因为你工业补贴就意味着因为西方国家都是工业国都是要出口的，所以工业补贴深恶痛绝，美国很容易获得其他盟友的支持，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时候对中国进行贸易战也是在时间上很准确为什么？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经济所有的领域都一塌糊涂，只有一个领域非常好，就是出口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唯一依靠的就是出口，其他都不行，投资消费全部都不行。然后习近平又帮忙在内部捣乱，很多你像互联网企业其实本来是最红火的企业互联网行业，
结果打得连滚蛋，满地找牙。习近平帮美国政府把中国的最活跃、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打得满地找牙，现在都在满地找牙啊。所以现在所有的行业都不好，唯一好的就是出口。那如果美国这个时候启动它贸易战的话，那就击中了中国的痛点啊，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经济现在很脆弱，那么脆弱的原因是什么？脆弱的原因是实际上它是处于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很多的就是很多的经济的基础正在崩溃当中。我们举一个例子，房地产它出现了拐点，它开始崩溃了啊，处于崩溃的边缘。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稀里哗啦掉石头、掉木梁，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它现在非常的脆弱啊。那么房地产如果出现了危机，那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危机，金融会出现危机。所以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一个脆弱期，它经不起外部的冲击，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外部出现了冲击的话，中国金融有一个软肋，就是人民币啊，人民币就会反映出来，那对中国的出口，对中国的经济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啊，这是第二点。所以这个时候对美国这个时候发动对中国贸易战，它的时间的点上面是比较准确的啊，这是第二。第三，拜登政府我们说，拜登政府从执政到现在，贸易这个议题没碰过啊，但是贸易这个议题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川普政府一直用的是贸易议题，拜登政府一直没用啊。他实际上把这个战线拉开到贸易议题的话，对美国的整体的政策能够形成合力啊。那么，所以呢，当然这是一个对抗性的政策。那么这也是个开始啊，也是个开始。那么当然，我一直认为，拜登政府应该调整的不是某一个战术性的策略啊，而是应该整体的战略调整对华战略啊，而且关税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政策工具。所以这就是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301调查的这个新闻，就是报道啊。那到底拜登政府会不会启动呢？不好说啊。现在是把这个棍子举起来，会不会打下去啊？那现在先礼后兵，我先跟你谈啊，谈了不听的话，我就把棍子举起来啊，举起来看你还谈不谈。你不谈的话呢，我可能就会打下去。那么另外一个棍子是什么？另外一个棍子就是台湾的机构更名啊。那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台湾的国安秘书长顾立雄和外交部长吴钊燮在美国在距离华盛顿50英里的马里兰州首府叫安纳波利斯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进行特殊的对话，叫特殊管道对话，就是见面嘛啊，只是不在华盛顿这么敏感的地方见面。什么意思呢？报道是这么说拜登政府正在认真考虑更改台湾驻美国代表机构的名称啊。那么现在台湾的机构的名称叫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啊，简称叫 TACRO 啊。那么他准备什么呢？准备接受台湾的建议，改为什么呢？台湾代表处啊，叫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啊。那么这个报道说，这个改名获得了美国政界的普遍的支持啊。那么台湾方面呢，曾经和川普政府讨论过这个代表处更名的问题。那么今年3月，当然这个不了了之，因为换了。
然后今年3月份再向拜登政府提出建议，说我们换个名字吧，叫台湾代表处吧啊。那么这个建议呢，获得了这个官员的普遍支持啊，包括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支持更名啊，然后国安会议、国家安全会议内部和国务院亚洲事务官员广泛都支持啊。那么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7月份通过了一个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参与法案，那么其中也有一条要求国务卿和台湾驻美代表处啊磋商将代表处的名字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新闻报道说啊，目前还没有结论啊，说到底拜登总统到底是决定改还是不改啊？当然先把风放起来，施加压力嘛，施加压力。那么一旦有了决定啊，拜登总统要签署行政命令才能执行啊。那么台湾驻美机构它是这样啊，它是1979年台美断交啊，那么双方都撤回驻对方的大使馆，台湾在美国就设立了什么呢？设立叫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啊，这是个这是台湾驻美国的机构名称啊。那么虽然它不叫大使馆，但其实和大使馆差不多啊，没有区别。到了1994年啊，克林顿总统跟中国关系非常的好，那怎么办呢？他就提出一个对台政策检讨啊，就是然后就暗示台湾驻美机构更名叫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啊，这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把它变成一个，把它叫台北了嘛，台北了，所以这是相对没那么正式了啊。那目前台湾在全世界有2个以台湾命名代表处啊，一个是去年8月成立的台湾驻索马里的代表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筹备的台湾驻立陶宛的代表处，都是用台湾代表处的名义啊。那么对于这个《金融时报》的反应啊，中国驻美大使馆表示坚决反对当然坚决反对。然后就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格莱伊啊，格莱伊其实是个蛮资深的中国问题的专家啊。他说台湾和美国应该把精力放在有意义的行动上啊，这一眼就看穿了事情啊，来加强台湾的安全，而不是做一些象征性的手段去挑衅戳弄中国。这个话说得很到位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选择台湾议题肯定对中国触动很大啊。我们经常讲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啊。那么台湾问题是对中国影响非常的大，一涉及到台湾的问题，基本上中国必救啊。所以选择这个议题，显然啊，就是要施加压力，就选择台湾议题，就是向中国施压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改名字这件事情呢，一看就是这个葛莱伊说的非常准啊，就是它是有象征意义的手段，它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啊。那讲的不好听，这叫操弄，叫政治操弄啊。有没有实际的帮助？有，但是这个实际的帮助很远很远啊，所以属于政治操弄的层面啊，就是象征意义的政治操弄啊。那么是要中国大陆你做回应的，你不回应我就让他改啊。所以你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呢，我经常讲啊，中国在外交领域啊
在对外关系领域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啊。所谓的战狼外交其实没有基础啊，为什么？你想一下，中国还没有统一，中国还是个分裂的国家啊，不管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叫中华民国，双方处于一个分治的状态。尽管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但是你仍然是处于分治的状态。这种分治的状态在政治上是非常脆弱的啊，就是说，中共所谓的这个他的法统地位取决于什么？不取决于他自己，他不取决于别人，别人认不认账。所以呢，中共一直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你讲是这么讲，你得别人认才行。你要是别人不认的话，你所谓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你的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是自己在那里喊。如果其他的人都在承认中华民国也是合法政府，你就很麻烦了，你的政治地位是不可靠的。所以其实一个分治的国家，它在政治上，在对外政治上，它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除非你有广泛的认受性。所以什么叫广泛的认受性？比如说你是个民选的政府，而你现在不是，你是个独裁专制政府，是拿枪打下来的。然后如果你打下来也没关系，你举行选举，你又选上去，你有合法的政权来源，但是你没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中国在政治层面，在对外关系方面，其实它是非常脆弱的。你稍微的撩拨一下它，你看一下，立陶宛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他给让台湾去设立代表处，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对中国就非常的冲击就非常的大。他还没跟他建交，要他跟他建交怎么办？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国家，你忙得过来吗？忙不过来的。所以实际上我就经常讲，在对外政治领域，中国非常的脆弱啊，非常的脆弱。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讲微信啊，微信分拆。最近海外微信用户会收到一条这个有关微信手机绑定更新的一个消息啊。那么现在网上都在传这个微信和 WeChat 拆分的问题啊。那么海外华人现在很多人在担心说，如果微信分拆，会不会收不到国内的这些亲友的这个短信啊，或者是聊天啊，或者是这个朋友圈啊，这个问题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当然现在到目前为止，这个腾讯也没有正式的公布啊，但是我们通过微信的各种动作，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一件这样的事情啊。第一个，手机绑定更新啊，手机绑定更新呢，你会收到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是这样，叫手机绑定更新。他说你当前账号绑定的是非中国大陆的手机号，根据微信 WeChat 账号归属地和手机号归属地需要保持一致的要求。如果你想继续使用该手机号，请点击继续使用该手机号，你就会更新为 WeChat 账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想继续使用微信账号，请点击稍后更新手机号，并前往设置账号与安全手机号更换手机号，绑定中国大陆+86的手机号。那么这就是你会收到一个这样的，那么你就自己要选择了，你要么选中国大陆的手机号，那你就要换上中国大陆的手机的芯片。那么你要么呢，你就用这个本地啊，就比如说你在北美，那本地的电话号码，那它更新完之后，你呈现出来就是 WeChat 啊。最新的说法是什么？最新的说法就是微信会分拆成为中国版、海外版
这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报纸啊。中国版叫微信，海外版叫 WeChat 啊。那么这种做法很像什么呢？很像抖音啊。抖音在海外叫 TikTok，在国内叫抖音啊。不过在抖音的做法不一样。抖音你基本上，如果你是 TikTok 的话，你看不到国内的抖音的内容啊。反过来也是一样，你在这个抖音上，国内的抖音上，你就看不到海外这个 TikTok 的内容。它之间是有一条有一个隔开的，中间是隔开的啊。但是呢，微信呢，目前微信跟 WeChat 保持互联互通啊，仍然保持互联互通。但是呢，最近大家会发现，这个微信有 bug 啊。这个 bug 就是有信息收不到啊，有信息发到群里的信息，有些人收不到啊。那么有些海外的收不到，就是你在海外呢会收不到国内的信息，或者国内的用户呢收不到海外的信息等等都会出现，甚至这个国内的用户跟海外的聊天，发出信息半天对方没收到啊，出现这种情况。这情况是什么情况啊？甚至有人这个在半夜就晚上11点到凌晨6点收不到信息啊，收不到信息长达这么长时间都收不到信息。那么这可能是什么情况？这可能是微信把这个 WeChat 的数据迁移到 WeChat 服务器上啊。大概应该是这个数据迁移过程中出现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如果按照微信跳出来的绑定更新的提示，你绑定了海外的手机号，那么微信会咨询你是使用海外号码还是中国国内号码。如果你绑定了国内的号码，那你继续用微信；如果绑定的是海外电话号码，那用的就是 WeChat。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数据迁移？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所有微信就是绑定国内手机号码的微信的数据放在哪里？放在深圳啊，放在深圳。所有海外用户的数据现在放2个地方，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啊。那么主要是因为为什么放这2个地方？这2个地方是海底电缆的2个节点啊。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只有在你微信绑定了海外手机的时候，才会收到绑定手机提示。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不会收到这个提示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如果微信切换成了 WeChat，那你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就会更新 WeChat 服务条款、WeChat 的隐私政策，然后他还会告诉你说，在符合适用法律的前提下，你的数据会在10个工作日内迁移到 WeChat 的服务器上，然后你要点下一步，点下一步。然后呢，点下一步就继续使用该手机号，就转移到 WeChat 了啊。然后 WeChat 现在呢，如果你转移到 WeChat 上面之后呢，有几个功能是不能使用啊。一个叫视频号不能使用啊，当然也有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政策。一个是视频号，一个是游戏啊，一个是健康码和其他需要人脸识别的小程序。还有一个是手机这个儿童手表，一个是直播，还有青少年模式，还有微信豆，这几样东西是不能使用的了啊。只要你转到了 WeChat， 这些东西，健康码肯定是不行的了。健康码、儿童手表、直播、青少年模式微信豆都不行啊。然后绑定的提示里面也说了，说某些功能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通。意思是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发信息语音视频这个朋友圈公众号应该都是这些
日常使用的功能都会保持啊。大体上是这样。用了 WeChat，在所有的地方，不管任何地方，只要用了 WeChat，就不能用网页版的微信啊。然后我看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叫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啊。公民实验室讲，这个报告最新的报告揭示了微信平台的审查机制啊。因为中国法律规定，互联网公司要对内容进行过滤啊，那就是它就要建立一个审查机制。它这个审查机制发现呢，WeChat 跟微信的审查机制有不同啊。那么第一个，关键词过滤仅仅针对用中国大陆手机注册的微信号用户。那么即使这些用户之后你改绑定的手机号变成，而海外的手机号绑定原有的这个微信号的话，审查机制依然存在，一直延续下去。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第一次用微信号绑定了手机，中国大陆的手机的时候，然后呢，你的关键词的过滤机制会一直保持下去，就算你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 WeChat，它也会继续过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某条信息被过滤，以前呢，这个微信的用户会受到提示，说你有一条信息被过滤掉了，我根据法律不能显示。现在不告诉你了啊，不告诉你，就是你就看不到了。还有就是，群聊群里面的过滤关键词更多啊。关键词过滤不是静态的，它会随着新闻的变化而变化啊。然后就是微信对中国用户啊，屏蔽了一些特殊的网站，比如说赌博啊，比如说色情啊等等，特别是一些新闻网站啊。那么，但是呢，你就算是转成了 WeChat，它也会继续过滤这些网站，大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干啊？腾讯为什么这么干啊？我们第一个，显然这是网络数据安全的要求啊，把这个海外用户的数据和国内用户的数据把它分开啊，显然是网络数据安全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会有商业上和运作上的考虑啊，因为不同的用户所处的不同的位置，它的数据使用量是不一样啊，所以它会有不同的数据安排，商业上操作上有这样的需要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更加方便政府啊。有一天突然中国政府想着让海外的用户看不到国内的东西，那就1秒钟就可以发生。所以我还是劝海外的用户建立多一种和其他人沟通的这个即时通讯工具的平台，比如说你WhatsApp 啊这些啊，多用一个和你的重要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亲友建立一个其他的这个沟通平台，作为一种备份也好，作为一种慢慢的过渡也好，啊，这是一个我的建议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我今天呢看到2段文字，很感慨，我先念给大家听一下。第一段文字是香港的一个律师叫何俊仁，何俊仁是这个智联会的副主席啊，也是个律师，也是个立法会议员，原来的，现在不是了。我当记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非常活跃的一个政治人物啊。那么去年6·4集会是过去31年来唯一一次没有被批准的集会啊。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就控告
这个26名民主派人士，说他们罪名是煽动他人参与未批准的集会啊。那么26人，其中12人，包括何俊仁，还有就是民政的召集人陈浩源啊，9月9号在法庭上认罪啊。那么何俊仁在法庭上呢，用英文做了一段这个陈词啊。那这段文字呢，是他英文陈词的一个翻译版，我想念给大家听一下啊。最近呢，香港非常的不平静啊，特区政府针对支联会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啊，正在抓人。其实从去年的6·4集会开始抓这些民主派人士啊，到这个支联会对付支联会，现在支联会也抓了一堆的人。特区政府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啊，所以我呼吁大家继续关注香港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做这方面的新闻的原因，是因为香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YouTuber 在报道，所以我就没有报道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去关注他们的 YouTube 账号，关注香港发生的事情啊。那我在这念一下这个何俊仁在法庭上的这段发言节选啊一段。为什么香港一个千里之遥的英国殖民地会如此深地卷入那一年的运动？答案简单直接。即将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人，真诚地期待它有一天会成为自由与民主之地。他们同样也被那些学生的热忱和无私的灵魂深深地打动。在过去30年间，我们香港人民守住了我们的道德责任，保护1年的历史真相不被摧毁、洗白或忘却。法官阁下，过去40年，我不仅作为一名职业律师，也投身于政治运动。我经历了香港回归祖国前逐步去殖民化的过渡期，和许多人一样，我决定留下来，并且拒绝申请英国护照。我们应当保持乐观和希望，耐心等待变革，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人类历史的发展永不停步。法官阁下，我尊重您对我和其他人做出判决的司法责任，并无意请求您法外施恩，但我仍然期望得到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也期望您在判决时能考虑本案的背景。我们的活动从来都是和平有序进行的这一事实。我在当记者的时候，何俊仁就是一名活跃的政治人物啊。你现在看到的香港面目全非啊，一个和平示威，一个宪法赋予的权利，当市民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的时候，他们被捕了，他们被判刑了，这就是现在的香港啊。这是一段话啊，这是何俊仁在法庭上说的一段话，非常的冷静，但是他陈述的一个非常惨痛的现实，就是香港已经回不去了啊。另外一段呢是俞敏洪啊，新东方的老板，他在微博发的一段文字，他这么说啊：教师节是1985年开始的，那年我北大毕业当老师的第1年，每年教师节我都觉得是自己的节日，并且为自己是一名老师而骄傲。自从成立了新东方之后，我每年教师节都会给全体老师写信，向他们表示感谢。今年的教师节，我不敢给老师们写信了，因为很多老师都失业了。未来还有很多的老师从新东方离开，这是我心里最难过的一个教师节。
谢谢老师们为新东方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也感谢那些还在教师岗位上坚守的老师们，也衷心的希望那些失业的老师们能够尽快的找到新的工作。祝老师们节日快乐，感恩，教师节快乐。这两段文字后面都是血淋淋的现实啊，虽然他们都没有讲现实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数以百万的教师正在失去他们的岗位，他们家庭的天都塌下来了。我们经常讲，习近平团灭教培行业，有些人在那里叫好。我经常讲，那是一个个家庭的翻天覆地的灾难。有些人对香港无动于衷，我也要告诉大家，中共在香港干的这些事情，罄竹难书。你想想看，这些事情是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可是中共为了他们的利益，就在做让大家失去家园、失去职业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今天有网友在我们直播下面留言，说很失望，说我对拜登政府的这个判断，让他觉得不过瘾、不痛快啊。我是这么觉得，我只要讲到美国总统，或者只要讲到美国政府，基本上呢都会不满意啊。如果我批评拜登政府，那么支持拜登政府的网友不满意；如果我表扬拜登政府的政策，那么川普前总统的支持者也不满意。我在这里统一的跟大家说一句话，那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没有，我希望大家理解，我们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不会让我的目标不是让某一部分人满意，我是要告诉大家真相，所以我会客观啊，我会尽量的让我的报道很客观，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啊，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不会因为他是谁，我就改变看法，不管他是川普还是拜登，拜登的政策我也骂过，川普的政策我也骂过，拜登的政策我表扬过，川普的政策我也表扬过，我不管他是谁，我只看政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办法让大家满意啊，我只能提供一个事实告诉大家，就是我给大家看到真相是什么。因为为什么我能告诉大家真相？因为我比较客观啊，这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看待我们在对美国政府的一些报道啊。从去年美国大选开始，就不断的有网友告诉我说，你来美国时间不长，你对美国政治不了解，所以你还尽量少说美国政治的新闻。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我也认同其中一部分，我是认同啊。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我还是希望能够多报道啊，就算是出错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会进步。慢慢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跟上了美国政府的脉搏，所以我们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从拜登政府上任就职到现在，基本上我们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把握是准确的
我们也基本上能够把握中国政府对美政策，所以中美关系基本上我们能够把握他们的脉搏啊，所以我觉得我对自己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满意的啊，虽然还是会出错，我还是希望大家给我建议，你们可以提出不同的观点，但是要小心啊，小心什么？小心五毛啊，小心五毛。为什么？因为我们实在有太多的五毛的攻击，所以请大家理解，我们会删掉一些帖子啊。所以我在这里提3点：第一个，不要做似是而非的陈述啊；第二个，尽量不要让你看得过去像五毛啊。我会删掉很多看得过去像五毛的帖子，所以这个问题请大家理解好吗？好，明谢，Mike 猪谢谢，唐伟谢谢，Jumbo HJ1985谢谢，一瓶可乐啊，非常喜欢，王舍加油谢谢，最近节目的几个话题和角度非常棒，谢谢啊，Elena 尔妈谢谢，提问，请问独裁者的痛点会在哪里？包子可以不顾千万人的就业而毁掉教培业，美国得用什么手段才让他在香港问题退让？这太笼统了，我不知道怎么答你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假设一个问题呢，你就会有很多可能性，答不完的。所以基本上，我希望大家不要去讨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因为实在是没有讨论的空间，因为有1万个可能性啊，好吗？我们讨论一点具体的问题，好吗？观点，我觉得很多的分析人士都严重低估了习对于他自己的自我证明欲望和自我期许。他的自我期许和对待外界所有质疑的态度和可能采取的应对之策，他本人早就说得很清楚了，即自力更生，向死而生，我将无我，丢掉幻想，斗争，斗争，斗争。仔细看看当下中共所有对内，特别是对外，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结果要么斗到最后自我死亡，要么偶尔冒险取得暂时局部的果实，最终结果拭目以待。那你还是没有说出结果对吗？你还是得拭目以待了，对不对啊？你还是没有结论呢啊。情况，新党史有一段，文化大革命有1000个不是，只上山下乡培养出习近平就1万个直啊，是有这一段吗？我不知道啊，直，好吧，这个无耻到了这个地步啊。观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迅速爬升至世界第2大经济体。除了中国人的聪明和努力之外，其实还开了2个挂，一是低人权，二是无视环保。这2个都是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建立所谓的优势，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低人权换来的都是低生育率，无视环境更可怕，是对生存环境的永久性的破坏。在博弈论里，这2点长远来说对美国都是不可置信的危险，是不可能构成筹码的。中共打这些牌起作用的可能只是本届政府的连任。很绕啊，你这个话说的。观点：中共和西方民主世界之间，在各个细分领域硬对硬的对抗根本不占任何优势。中共最擅长的就是黑箱操作和台面下的腐败交易，最不擅长就是台面上的硬碰硬较量。而西方最擅长的就是规则透明的硬实力对抗，这就是中共内心极度恐惧对抗和竞争。而中共在习的带领下，即使已经主动伸头出去，主动攻击普世价值世界之后，已经不可能有后退的可能性。所以中共根本不会选择对抗、竞争、合作，否则他将必死无疑。所以硬着头皮对抗到底。提问：
王老师提到整体战略，TPP 是个很好的工具。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再提起 TPP 啊？TPP 已经变成 TCTPP 啊，TCPP 还在。现在本来是现在头是日本，那么日本欢迎美国再进去，美国现在还没有动静，就是这样啊。美国现在没有动进去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跟美国的立场有关系啊，因为 TPP 后来蜕变成为 PCTPP 呢，是因为它停掉了原来美国坚持的36个条件啊。那么这36个条件让这个门槛很高啊，那么他把那个门槛降下来，所以呢就还是建立起来了。但是呢，美国不参加，这个规模一下就小了很多。所以美国到现在还没有用啊，忙不过来吧？我觉得。观点：修改电话时，微信要生日信息，这是个违反苹果的隐私政策，建议大家都截屏，然后向苹果举报。OK。提问：不管各国与台湾建交，或者以台湾之名设立代表处，都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实际掌控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的事实。还是无法理解为何能够对中共造成巨大的冲击。为什么不能理解？把我们前面的题目再看看，我们讲了很多遍，好吗？我就不在这重复了啊。提问：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劳工维权的民主运动？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组织。中国的劳工没有组织，中国的工会，中国所谓的工会那是政府部门啊，所以它有没有发生过劳工维权的民主运动？没有发生过啊。观点：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早期老师们都非常优秀，他们大多数都是向往民主制度的自由主义者，教英语的同时穿插讲解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启蒙了很多当年的懵懂少年，向老俞和那一批老师致敬。OK。情绪不止香港，中共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失去了在这片国土上的家园，不单是土地，连我们思想上的净土也被夺去，无耻之极啊！情绪昨天搜索到网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定义，发现就是团结95%，打压5%的做法。所以原来 CCP 一直是阳谋，只是民众自己不醒悟而已。贴一下定义：人民民主专政即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实行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一般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一种，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人民民主专政最早由毛泽东提出，被写入1954年版和198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名词，因为民主就不专政，专政就不是民主，那你民主专政是什么鬼？这不要脸嘛，是不是？情况经查证，文化大革命有1000个不是，只上山下乡培养出习近平就是10000个值。这句话出自潘庆龄著《世界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习近平》一书，此人是政协委员，侨联常委，日本侨领潘庆龄舔狗一枚啊。观点：与其去做更名的动作，我更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早日与台湾签订TIFA、BTA、FTA 等协议，更具有实质性的帮助。非常对，非常对啊！如果美国跟台湾签 BTA 的话，那就震撼大了啊，震撼大了。情绪2009年第一次在新东方读雅思，还记得叫什么东方大学？寝室8个人，按照年龄老大到老8。如今2位在美国结婚、工作、生活，1位在澳大利亚生活。本人也先在澳大利亚待了7年，回国2、3年后，如今
海归海在 Canada。OK， 提问：王老师如何评价港大在深圳设立新校区，以及之前的香港中大深圳校区啊？赚点人民币呗啊！深圳呢就没有自己的很多的高校啊，你基本上深圳只有个深圳大学，然后现在南方科技大学搞了半吊子啊，然后现在的科技大学的校长是原来的深圳市的公安局长，去跑到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当这个校党委书记，你说非常可笑啊。那么，所以深圳没有太多的高校啊，基本上就是像深圳大学。那所以呢，深圳就邀请很多的大学跑到深圳去办深圳校区啊，算是一种补偿啊，这算是一种方法。那么之前中大就香港的中文大学，中大经常会误解为中山大学，香港的中文大学就在深圳有个校区。那么香港中文大学最近被大家骂得很厉害，因为林郑月娥是中文大学啊。情况全国排名第5，有5000名全职员工的卓越教育结业了啊，都在结业，都在倒闭当中。情况虽然他们一直玩文字游戏，但出口退税里还有政府补贴，具体请自行了解出口退税的计算方法。OK， 观点：强力支持王老师一向对美国政府的评论，这才是一个真正公正的新闻工作者的态度啊！谢谢你的肯定啊！提问：王老师你好，听了蔡霞教授的专访，请问中共内部瓦解，从而带动民主化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假设性问题让我怎么答？我真的答不了啊！我不回答，我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好吗？好，明谢 Soybean， 谢谢王老师对美国的解读一直是中文自媒体中客观的，不用太介怀网友吹毛求疵的批评。请王老师喝柠檬茶润润喉咙。我并不是说介意大家批评我。我想，如果我介意批评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做这么长时间啊。我们这个节目做不了那么长，我得到无数的批评啊。这个节目当然有些是善意的，有些是恶意的，有人身攻击，各种攻击啊。我不会太介意。我为什么要讲前面那番话？我是要让网友理解我，明白我坐的这个位置上，向大家做这种新闻的播报，向大家解释，这些新闻背后的一些影响，分析这件事情的未来，我的目的和初衷是什么？啊，大家要用什么心态来看待的问题，我真的不是很介意的意思啊。刘艳，谢谢。果喷色，谢谢。林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出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